最近这个清华美院又出幺蛾子了，一位叫刘祥鹏的清华美院博士，他创作的一幅长征题材的画作《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在这个网上直接引爆了全网的怒火啊！大家跑去画展和这个网上仔细一瞧，好家伙啊，这个画面里的红军战士啊，被画成了狭长的吊梢眼、细眯眼。女红军战士呢，甚至被画上了深重的烟熏妆，绣着细长精致的美甲。这整幅画色调是灰暗压抑，战士们眼神涣散，骨骼扭曲，毫无精气神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画的是一群无精打采的病夫呢。那大家伙儿顺藤摸瓜一查，更气人了。这幅画可不是作者在自己家画室里随便涂鸦的私人作品啊，它是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整整拿了10万元资助的重点项目呀。那这一下，老百姓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有网友就跑去质疑啊，结果圈子里某些高高在上的高雅人士啊，又记说那套老掉牙的挡箭牌说什么你们这些非艺术专业的大众啊，审美水平不够，跟我们专业人士存在断层，看不懂就对了，看懂才是意外。听听这个话啊，我真是气笑了。拿着纳税人的公款立项，画着膈应老百姓的画，最后还要反过来嘲笑老百姓不懂审美。这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审美豁免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清华美院为啥总是出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个博士一时手抖画砸了，或者说只是个别现象啊。咱们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看看这几年清华美院在审美上的辉煌战绩。2021年，清华美院服装系毕业走秀，台上的模特清一色画着刻意延长眼尾的眯眼妆容，被全网痛批刻意迎合美西方对亚裔的刻板印象。2022年，轰动全国的人教版读教材插图事件，插图作者吴勇正正经经出自清华美院工作室，最后数百万册教材被紧急的回收整改，引起了全民声讨啊。2022年起清华美院教授戴顺志的人物画持续引发争议，画里面的人一个个眼神空洞，面色黢黑，造型扭曲，被网友调侃为阴间画风啊。那到了2026年，刘祥鹏博士的长征题材画作再次引爆全网。5年整整5年里反复踩雷啊！同一个顶级美院，同一种病态眯眯眼，同一种耷着脸的阴间气氛。如果一次是偶然，2次是巧合，那这5年4、5次反复在同一个坑里蹦跶，这客观上构成了什么呀？这构成了大家对清华美院整体审美取向与评价体系的深刻怀疑。那每次一出事学校就选择关门沉默，假装没看见，等着舆论风头过去。但是沉默它解决不了问题啊！当这个民间积聚的怒火一次次喷发的时候，央媒虽然还没怎么说话，人民群众已经用脚投票，把这套病态审美骂上了热搜。这很多人就想不通啊，这可是中国顶尖的艺术学府呀，汇聚了全国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批人啊！他们难道真的分不清什么是丑，什么是美吗？他们当然分得清啊，但是问题出在了他们的评价体系彻底脱离了群众，成了小圈子内部分钱的工具。咱们来盘一盘这10万元国家艺术基金是怎么运作的啊？在这个基层呢，许多乡村美术教师、县级文化馆的画师，为了几千块钱的宣纸画材经费，跑破了鞋也申请不到项目。而美院的教授呢，凭着清华美院这块金字招牌啊，动不动就能拿下几万、几十万的国家级课题啊。那拿到了钱之后呢，现在的美院内部形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利益学术共同体，导师、学生、学术圈、策展人、评委，一幅作品从创作到拿钱展览，流程呢是这样子的先写申请拿国家艺术基金立项，然后呢找圈内熟识的专家评审，再由熟悉的策展方审定，最后呢再举办高大上的开幕式大家再穿得漂漂亮亮的站在台上剪彩。在这个闭环里这个评委呢是自己人，专家是同行。今天你给我的博士生打满分，明天呢我就给你的国家课题盖大印。那大家呢轮流坐庄，互相打高分，互相吹捧，还美其名曰学术互探讨。刘祥鹏这幅星星火拿了10万元的资助，国家艺术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是明确要求作品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要体现主流价值观，要讲好中国故事。结果呢，这幅画经过层层审核，顺利拿钱过关，最后放到公众面前，人民看完只剩下恶心和愤怒了。那些在立项书上签字的专家啊，那些把关的评委啊，他们的眼睛到底长在哪儿啊？当艺术评价只在小圈子里自洽，只负责内部分钱评职称的时候，大众的声音就被自动过滤了。他们用纳税人的钱立项，用西方审美的二手残渣胶卷，用大众不懂艺术做防弹衣，最后把名利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这不是大众审美跟不上啊，这是这套自嗨的评审机制发生了严重失职与腐败。咱们再把这个根子刨得更深一点啊！为什么现在的美院学生啊，画画越来越扭曲啊，越来越病态了？因为他们从参加艺考的第一天起啊，就已经被这套病态的生产线给驯化了。大家去过那些大型的艺考培训画室就知道了啊。为了考上这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10几岁的孩子被关在画室里啊，天天练习那个所谓的美院高分卷套路。什么套路呢？不能把人画得太健康，太健康显得俗气；不能把这个色彩画得太鲜明，太鲜明显得商业。要画灰调子，画怪异结构的，画眼神涣散，画斜眼切割。那如果一个孩子凭着本能啊，画出了一个神采奕奕、阳光开朗的少年，画室老师会立马说：“你这么画，连初试都过不去。”美院的考官喜欢有情绪感、有病态张力的东西。到了进入美院之后，这种训话更是变本加厉啊！年轻的学生们如果不去模仿导师那一套怪异的画风，不去靠拢西方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你在学院里就拿不到奖学金，发不出论文，甚至连毕业创作都过不了关。有一位美院学生啊，私下里坦白说啊，我们也想画的阳光，画的健康呀，但是如果我不把这个眼睛画眯啊，不把这个人画怪，导师就会冷笑一声，说我观念落后，缺乏当代性。那为了拿这个学位，我只能跟着画病态画呀。看明白了吗？从艺考画室到这个博士毕业啊，这套评价机制，它就像是一个审美黑砖窑，把一个个热爱艺术充满阳光的年轻人，硬生生加工成了一群只会复制病态美学的应试机器。那有些美学精英可能会不服气啊，说我们这是跟国际接轨，西方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都是这么画的。但是大家知道西方这种越怪越前卫、越丑越高级的审美画风到底是怎么来的吗？咱们再回到20世纪50到70年代冷战时期啊，那当时呢，美西方为了在文化上打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由美国冷战结构一手策划，出巨资扶持和包装了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和丑学解构主义。西方资本通过控制佳士得等拍卖行，把一堆看不懂的涂鸦呀、烂泥巴、扭曲的人体炒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天价。他们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啊，只要把这个艺术彻底解构，把这个美与丑、正与邪、英雄与崇高的界限全部给打乱，就能让全世界的年轻艺术家放弃宏大叙事，放弃民族信仰，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那西方人用这套东西成功消解了许多国家的文化主体性，而咱们某些美院精英呢，他们捧着美西方半个世纪前玩剩下的文化战二手残渣，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圣经。西方资本搞解构是在解构他们自己的传统，而咱们这帮精英抄来人家吐出来的残渣，跑回国内来解构咱们自己的红色历史，解构咱们的红军战士，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这不叫接轨啊，这叫文化上的跟屁虫。刘祥鹏在回应质问时，辩解说他这是在尝试去脸谱化，试图打破过去高大正气理想化的英雄范式，去探索什么精神内蕴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听到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咱们直接用中国数千年的美术史来给他上一课啊。中国的传统美学从来没有叫人把眼睛画眯，把人画成病夫。那早在东晋时期画圣顾恺之就提出过中国画的核心标准，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阿堵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啊。中国画千百年来最核心的就是画出人物眼睛里的神采，而刘祥鹏画的红军呢，眼神空洞的像没有灵魂的木偶。你告诉我这叫去脸谱化？
每一次大众一批评，圈内总有人会跳出来打圆场。艺术需要自由，审美需要多元，不能用像不像这种俗人标准去限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咱们今天必须把这个界限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如果一幅纯艺术作品是你自己花钱买画布、买颜料，挂在你自己家里面，你爱画成什么样子，你就画成什么样子。你画个四不像，你画个九头怪，大众都懒得看一眼，更不会去管你。但是，一旦这个作品进入了公共场域，拿了国家的财政拨款，上了儿童的必读教材，进了官方举办的主题展览，立在了城市的广场中心，它就不再是你个人的私人玩物，它已经成了国民集体记忆的载体。你拿了纳税人的血汗钱，塑的是民族英雄的形象，你就必须接受人民群众最严苛的检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位红军战士。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遭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饥寒交迫。但是支撑他们走到最后一刻的是坚定的信仰，是眼睛里炽热的火焰。你拿了10万块钱的国家基金，却用一副颓废、病态、阴暗的嘴脸去代表他们。当一个艺术家只能靠你们大众不懂艺术回去提高审美吧来回应质疑时恰恰暴露他作品思想深度的极度贫瘠，以及他内心对人民群众的极度傲慢。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咱们批评一幅画，批评的不仅仅是某个博士或者说某个教授的画技，咱们批判的是画背后那套脱离了土地、脱离了人民的封闭生产机制。真正自信的文化不需要靠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去换取认可，真正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让人看完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